暴雨天，我登上了午夜末班车。发车前，司机却对满车乘客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车上有姓钱的吗？姓钱的自己下车，别害了全车人。我只当是山里人的迷信，用假证蒙混过关。车门锁死，驶入深山。就在我暗自庆幸时，身旁车窗上猛地贴出一张惨白的人脸。你骗得了人，骗得过鬼吗？深夜11点半，我坐在末班大巴车的最后一排角落，头上的鸭舌帽压得很低，帽檐几乎遮住了我大半张脸。全车大概有10几个乘客，按理说到了11点半的发车时间，这趟开往省外的末班车早该启动了，可大巴司机却没有关车门。那个50多岁的中年司机就那么像一根木头似的杵在驾驶座旁边，他一只手搭在关门键上，另一只手扒着投币箱，一双毫无生气的死鱼眼，正一排一排的扫视着车厢里的所有人。时间1分1秒的过去，车还不走。坐在我前排的黄毛小伙终于忍不住了：师傅，走不走啊？都几点了，你搁这相面呢？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也跟着抱怨：就是啊，大半夜的，你赶紧发车吧，大家还等着赶路呢。司机干裂的嘴唇动了动，没有理会他们的催促，而是问了个奇怪的问题：我问一句，车上有姓钱的吗？车厢里瞬间安静了一下，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司机见没人回答，不耐烦地拔高了音量：我说，车上有姓钱的没？姓钱的自己下车。缩在最后一排的我头皮猛地一炸，因为我的本名钱小强，我的姓氏正正好好就是司机口中的那个钱字。不是，师傅你什么意思啊？大家花钱买票上车，你管人家姓什么？你查户口啊？司机根本没搭理黄毛，他松开了投币箱，直接迈开腿，顺着狭窄的过道一步步朝车厢后面走来。他走得很慢，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过道两边的人。你姓什么？我姓张啊，师傅你到底要干嘛？司机没说话，又往前走了2步，看向一个老大爷。大爷被盯得发毛，赶紧摆手：大兄弟，我姓王的，不姓钱。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司机那如同死人般铁青的脸离我越来越近，心脏开始疯狂地跳动。我绝不能被赶下去，这已经是晚上最后一班车了，外头还下着暴雨，要是错过了，今晚我就得独自在这荒山野岭里熬一夜，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司机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排，停在了我的面前。我低着头，死死盯着他那双洗得发白的黄胶鞋。你把头抬起来。我感觉全身的肌肉都紧绷到了极点，慢慢抬起头，对上了他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你姓什么？我姓李。我强作镇定，压着嗓子，木子李。装出极其不耐烦的口气。怎么？你要看身份证吗？我故意把身份证3个字咬得很重，想炸他一下。司机死死盯了我足足有5秒钟，那眼神像是要生生扒开我的皮肉，看清楚骨头。我甚至感觉自己快要装不下去了，但一想到被赶下车就要在山里过夜，还是硬着头皮瞪了回去。最终，司机冷哼了一声，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他转过身，准备继续盘查其他人。我刚在心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这关算是糊弄过去了。前方却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一个穿迷彩服的农民工一脚重重地踹在前面的座椅上。农民工脸涨得通红，指着司机的鼻子就破口大骂：我姓钱怎么了？你这人是不是有病？我老婆在县医院，就等着我赶紧回去交钱签字做手术。大半夜的就你一辆车，凭什么我姓钱就不让坐？姓钱怎么你了？姓钱怎么你了？农民工这一闹，车厢里原本压抑的情绪再次被点燃。黄毛在后面不耐烦的起哄：就是啊，没完没了了是吧？赶紧开车！有个大爷缩在座位上，小声劝道：大兄弟，你别惹师傅。这趟车经过的路段邪门的很，人家干这行有规矩，说姓钱的犯冲，宁可信其有啊。农民工眼睛都红了，额头上青筋暴起。放屁的规矩！等明天的车，我老婆命都没了，你今天开也得开，不开也得开。你要是敢赶我下车，我现在就打110报警，让警察来评评理，看谁敢大半夜的把人扔在荒郊野岭。说着，农民工真的掏出一个屏幕碎裂的手机，抬手要去按数字键报警。听到这2个字，我的心跳瞬间漏了半拍，牙齿死死咬住了后槽牙，绝对不能招惹警察。一旦警察来了，肯定要上车挨个盘问，甚至用机器核对身份信息。可我的身份根本经不起查，要是被警察查到我和7年前的那件事有关，我就死定了。我在心里疯狂咒骂这个多管闲事的农民工，弓起腰，随时准备冲上去把他的手机砸个稀巴烂。但还没等我动手，前面的局势突然变了，司机被农民工指着鼻子骂，甚至被威胁报警，脸色瞬间阴沉到了极点。他不仅没有半点妥协的意思，反而直接一步上前，干瘦的双手如同铁钳一般，死死揪住了农民工的衣领。农民工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司机爆发出的惊人力气拖拽着往车门方向走去。司机沙哑着嗓子咆哮起，像是一头被触怒的野兽：滚下去！你自己去路边报，
这趟车，姓钱的绝对不能坐。农民工拼命挣扎，拳头打在司机背上，但司机就像感觉不到痛苦。在一阵猝不及防的推搡和全车人错愕的目光中，司机硬生生将农民工推到了车门口，飞起一脚，狠狠将农民工踹下了车。农民工痛呼一声，顺着车门台阶滚了下去，踉跄着跌进了外面的泥水里，连带着他那个化肥蛇皮带也被司机毫不留情地扔了出去。车外传来农民工气急败坏的骂声：“你个疯子！我要报警，我投诉你！”司机连看都没看车外一眼，他重新转过身，站在驾驶座旁。刚才还跟着起哄的黄毛立刻闭上了嘴，抱小孩的妇女吓得浑身发抖。所有人都被他刚才那股近乎神经质的疯劲吓住。我最后再问一遍，司机的声音透着一股渗人的寒意，死死盯着车厢里的每一个人。车上到底还有没有姓钱的？他的语气极其严厉，甚至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恐惧。这不是闹着玩的，要是真有姓钱的混在车上，不仅他自己活不成，整车人也会被他害死。听清楚没有？车厢里死一般的寂静，没人敢吱声，更没人敢在这个时候承认。我把头死死低着，恨不得把自己缩进座椅底下去，手心里全是被吓出来的冷汗。司机如同鹰隼般死死盯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脸，似乎在确认是否有人撒谎。足足过了1分多钟，见确实没人吭声，他那紧绷的神经似乎才稍微放松了一点。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确定了车里终于干净了，只要没有姓钱的，他也是安全的。于是他转过身，重重按下了关门键，车门死死合拢，将农民工的骂声彻底隔绝在车外。大巴在一阵剧烈的引擎轰鸣和飞烟中驶入了沉沉的黑夜，沿着盘山公路向前开去。大巴车在崎岖的盘山公路上颠簸前行，车外的雨势丝毫不见减弱，雷声如同战鼓般在山谷间回荡。刚才那个发疯的司机盘问时，我之所以有恃无恐的提议查身份证，就是因为我早有准备。我将手伸进夹克内侧的口袋，手指触碰到了一张坚硬的塑料卡片，那是一张花了我5000块钱办的假身份证，上面的照片是我，但名字叫李平安，刚好避开了那个该死的姓氏。其实我这人不是什么胆小怕事的主，就算今天真的错过了这趟末班车，让我在荒山野岭里待上一宿，我也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真正让我犹如惊弓之鸟，只要一踏上这条盘山公路就浑身冒冷汗，是7年前发生在此地的一桩血案。7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货车司机。那天晚上也是这样的雷雨夜，我开着空车准备回家。喂，小强，你那20万彩礼准备的怎么样了？20万，那时候的我哪里拿得出来？我在外面当牛做马，拼了命赚钱，他却只认钱不认人。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后，我满心郁闷和憋屈，一边灌着白酒，一边在没有路灯的盘山公路上狂飙。那天晚上的暴雨下得极大，雨刷器开到最快也刮不进挡风玻璃上的水，再加上酒精的麻，我的反应已经变得十分迟钝。车子在一个急弯处猛地颠簸一下，挂在车内后视镜上的铜钱挂坠剧烈的摇晃起，刚好挡住了我的视线。如果我没喝酒，如果视线好一点，我绝对能提前踩下刹车。但是那一刻，等那个晃动的挂坠荡开，我在看清那个近在咫尺的身影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慌乱中猛踩刹车，死打方向盘，但车子在湿滑的路面上彻底失控，带着巨大的惯性向前滑行。一声极其沉闷的巨响，一个年轻女人被狠狠撞飞了出去，滚落在了10几米外的路面上。车停了，只剩下挂在后视镜上的铜钱挂坠疯狂甩动着，冷汗瞬间浸透了我的后背，那股子酒精在巨大的撞击声中瞬间醒了一大半。我坐在驾驶室里，死死抓着方向盘，看着远光灯下那个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的你，浑身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我撞人了！就在我慌乱无措的时候，那个女人在雨水中发出了微弱的呻吟：“救救我！”我慌慌张张下车查看，只一眼就知道她伤势极重，已经撑不住了，恐惧彻底压垮了我。我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而是立刻爬回车上，发疯似的踩下油门，连夜逃离了那个地点，换了城市，换了身份。这7年来，我每天都在做噩梦，梦到那晚的暴雨和那个年轻女人。我将思绪从那血腥的回忆中硬生生拽了回来。捏了捏口袋里的假证，手心里全是冷汗。刚才那司机的话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整车人也会被他害死。我攥紧拳头，虽然我就是姓钱的，但我压根不信司机那套迷信的说辞。这世界上哪有什么怪力乱神？要是人死后真能变成厉鬼索命，我也不会潜逃7年还活得好好的。大巴车在暴雨中行驶了大约1个多小时，路面越来越颠簸，车窗外已经完全看不到任何光亮，连两旁的树影都被浓墨般的黑暗吞噬。我知道前面马上就要进入这段盘山公路最危险的一段404隧道，这是一条打通了整座大山的长隧道，全长10几公里。听说因为早年施工时死过人，又因为位置偏僻年久失修，隧道里面的灯常年都是坏的，平时白天开进去都阴森森的，更别提现在是深夜了。随着一阵沉闷的回音从车厢外传来，雨声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巴车引擎在封闭空间里被无限放大的轰鸣。我们进隧道了，车厢里的光线本来就暗，进入无灯隧道后，那种压抑感瞬间成倍增加。除了车头那2道昏黄的大灯光柱在勉强撕裂前方的黑暗，四周全都是令人窒息的漆黑。我感到一阵莫名的心
烦意乱，座椅很不舒服，空气里的馊味和柴油味混合在一起，熏得我脑袋发胀。我将鸭舌帽拉低，脑袋往后靠在冰冷的玻璃窗上，准备闭目养神，强迫自己熬过这段最难熬的时间。就在我的眼睛即将合上的那一瞬间，我的余光突然在车窗玻璃的反光上捕捉到了一抹极其突兀的颜色，白色。在这条没有任何光源的隧道里，除了我们这辆车，怎么可能会有白色的东西？我猛地睁开眼睛，顺着刚才反光的方向，猛地转头，透过大巴车最后的挡风玻璃向后看去。大巴车的尾灯散发着猩红的微光，勉强照亮了车尾10几米的范围，而在那红光的尽头，在被黑暗逐渐吞噬的隧道入口处，立着一道惨白的影子，那是一个白衣女人。由于距离正在迅速拉开，加上隧道里的黑暗，我根本看不清她的脸，甚至看不清她有脚。她就那样直挺挺地立在隧道口的正中央，死死盯着我们这辆正在深入隧道的大巴。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全身的汗毛在这一瞬间全炸了起来。那是个什么东西？是人是鬼？我的第一反应，难道是那个司机口中说的因为车上有幸钱的人，所以触犯了这隧道里的某种规则，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我死死地盯着后挡风玻璃外，直到大巴车驶入隧道的深处，那一抹惨白终于彻底融入了黑暗，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猛地回过头，剧烈地喘息着，手心里全是冷汗。冷静，一定要冷静！我不断地在心里安慰自己，就算那是个女鬼，她针对的也是破坏规矩的幸钱者这个群体。只要我不承认，只要这车上的10几个人互相不知道底细，那鬼就算要索命，也是无差别杀人，未必就挑中我。我这样自欺欺人地想着，试图将那种毛骨悚然的恐惧压制下去。大巴车在隧道里像一只蜗牛一样缓慢爬行，挂在车头上方的那台老旧车载收音机原本还在播放着一个深夜情感电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声音变得扭曲拉长，最后彻底变成了一片刺耳，如同指甲抓挠黑板般的白噪音。随着收音机的一响，车厢里的温度开始断崖式下降。前排有几个睡着的乘客被生生冻醒，缩着脖子裹紧了衣服，低声咒骂着这破车的空调是不是坏了。我没有抱怨，我已经僵硬的连牙关都在打颤了。那种被某种未知且极其恐怖的存在盯上的感觉，非但没有因为大巴车的深入而减轻，反而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越收越紧。刚才隧道口那个身影绝对不是我看花了眼。我将身体拼命往远离车窗的过道一侧挤，死死低着头，试图离外面的黑暗远一点。大巴车的引擎在轰鸣，车轮碾压着隧道里积水，声音单调而压抑。随着时间推移，似乎什么异常都没有发生。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松懈了一丝，刚准备抬起手擦一擦额头的冷汗，就在这时，身侧那扇贴着黑色防晒膜的玻璃外，突然传来2声急脆的敲窗声。我本能的毫无防备的猛然转头看去，我的大脑瞬间炸成了一片空白，连同呼吸和心跳在这1秒钟彻底骤停。那个白衣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正在行驶的大巴车外，她整个人整张脸死死地平贴在我旁边的车窗玻璃上。它离我只有不到5厘米的距离，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在那极度昏暗、随着车身颠簸而闪烁的光线下，我仅仅只瞥了一眼，心脏就像被冰锥狠狠刺穿，吓得立马闭上了眼睛。我根本不敢去看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更不敢去辨认那整张脸的样子。脑海里只烙印下了一个极其模糊、被雨水泡得发胀的惨白轮廓，犹如一张扁平的人皮般死死地贴在车窗玻璃上，没有具体的五官，只有几缕湿漉漉、如同黑色水草般粘在玻璃上的长发。而在那凌乱的黑发之间，我只记得一双眼睛，那绝对不是活人的眼睛。在那短短不到半秒的对视里，我看不到瞳孔和眼白，只能感觉到2道冰冷、黏腻、透着无边怨毒的视线，如同实质般穿透了玻璃，直勾勾地定在了我的身上。大巴车明明在以40、50码的速度行驶，但那个惨白的轮廓就像是长在车外一样，与车身保持着令人窒息的绝对静止。我死死闭着眼，把头埋在双臂间，浑身发抖，脑子里全都是那双挥之不去的眼睛和粘在玻璃上的黑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他找来了，这个隧道里的脏东西真的被我这个幸钱者招来了。我死死闭着眼，把头埋在双臂间，浑身发抖，脑子里全都是那双挥之不去的眼睛和粘在玻璃上的黑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坐在我正前方的那个黄毛小伙听到了动静，不满地转过头，借着车厢里昏暗的灯光，他一眼就看到了我缩在角落里，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的惨状。喂，大叔，你发什么神经啊？抖成这样，羊癫疯犯了？黄毛皱着眉头，无意的上下打量着我。我惨白着脸，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只能哆哆嗦嗦的抬起一只手，指着身侧那扇漆黑的车窗，牙齿疯狂打架。鬼，外面有鬼，有个死人脸贴在玻璃上。黄毛被我的话吓了一跳，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向那扇车窗。然而几秒钟令人窒息的死寂过后，车窗外除了隧道里仿佛能吞噬一切的黑暗，什么都没有。神经病吧你，大半夜的自己吓自己。哪儿来的鬼？黄毛骂骂咧咧地转了回去，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死死盯着空荡荡的玻璃，喉结剧烈地滑动了一下，吞咽着冰冷唾沫。走了吗？难道真的是我这7年来做贼心虚？刚才因为太紧张出现了幻觉。他离我只有不到5厘米的距离，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在那极度昏暗、随着车身颠簸而闪烁的光线下，我仅仅只瞥了一眼，心脏就像被冰锥狠狠刺穿，吓得立马闭上了眼睛。我根本不敢去看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更不敢去辨认那整张脸的样子。脑海里只烙印下了一个极其模糊、被雨水泡得发胀的惨白轮廓，
孔，犹如一张扁平的人皮般死死地贴在车窗玻璃上，没有具体的五官，只有几缕湿漉漉，如同黑色水草般粘在玻璃上的长发。而在那凌乱的黑发之间，我只记得一双眼睛，那绝对不是活人的眼睛。在那短短不到半秒的对视里，我看不到瞳孔和眼白，只能感觉到两道冰冷、黏腻、透着无边怨毒的视线，如同实质般穿透了玻璃，直勾勾地定在了我的身上。大巴车明明在以40-50码的速度行驶，但那个惨白的轮廓就像是长在车外一样，与车身保持着令人窒息的绝对静止。我死死闭着眼，把头埋在双臂间，浑身发抖，脑子里全都是那双挥之不去的眼睛和粘在玻璃上的黑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他找来了，这个隧道里的脏东西真的被我这个幸前者招来了。我死死闭着眼，把头埋在双臂间，浑身发抖，脑子里全都是那双挥之不去的眼睛和粘在玻璃上的黑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坐在我正前方的那个黄毛小伙听到了动静，不满地转过头，借着车厢里昏暗的灯光，他一眼就看到了我缩在角落里，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的惨状。喂，大叔，你发什么神经啊？抖成这样，羊癫疯犯了？黄毛皱着眉头，无意的上下打量着我。我惨白着脸，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只能哆哆嗦嗦的抬起一只手，指着身侧那扇漆黑的车窗，牙齿疯狂打架。对，外面有鬼，有个死人脸贴在玻璃上。黄毛被我的话吓了一跳，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向那扇车窗。然而几秒钟令人窒息的死寂过后，车窗外除了隧道里仿佛能吞噬一切的黑暗，什么都没有。神经病吧你，大半夜的自己吓自己。哪儿来的鬼？黄毛骂骂咧咧地转了回去，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死死盯着空荡荡的玻璃，喉结剧烈地滑动了一下，吞咽着冰冷的唾沫。走了吗？难道真的是我这7年来做贼心虚？刚才因为太紧张出现了幻觉。我紧绷得像石头一样的肌肉终于稍稍松懈了一点，紧握的双拳也慢慢松开，刚准备在心里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然而就在我这口气还没完全吐出，刚刚放松下来的那一瞬间，坐在大巴车中段靠窗的一个年轻女孩忽然爆发出一声撕裂了整个车厢死寂的凄厉尖叫。玻璃上！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也就是大巴车左侧的那一整排车窗看去，嗡的一声，我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在这一瞬间逆流直冲脑门，头皮发麻到了极点，连头发根都倒立了起来，血密密麻麻的血手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巴车左侧那一排原本还算干净的玻璃外侧，凭空浮现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血色手印，有男人宽大的手掌印，也有瘦削的手指细长的女人手印。这些手印极其浓稠，呈现出一种暗红色，就像是有人刚把手浸泡在浓稠的血浆里，然后疯狂地密集地拍打在车窗玻璃上。由于重力的作用，那些暗红色的血液顺着玻璃的纹理蜿蜒地、触目惊心地向下流淌，将车窗外的黑暗彻底染成了一片血色。我不想死！师傅，有没有让我下车？开门啊！放我出去！恐慌如同被点燃的炸药桶，在车厢内瞬间引爆。从昏昏欲睡中惊醒的乘客们彻底崩溃，有人抱着头缩在座位底下嚎啕大哭，有人疯了一样的去砸那根本打不开的死寂车窗，还有人连滚带爬的冲向驾驶座，试图去抢夺司机的方向盘。滚开！司机死死地踩着油门，转过头，那张铁青的脸上青筋暴起，对着全车人咆哮：我上车前就说过，有性钱的不能上车，不能上车！你们这群蠢货！现在规矩破了，脏东西被招来了，谁他妈也别想活！司机那绝望的吼声就像是一盆冰水，兜头浇灭了所有人试图反抗的火苗。在这个瞬间，这车上的10几号人终于彻底明白司机在车站发疯一样的盘问，那个被粗暴丢下车的农民工，全都不是什么可笑的乡下迷信。这辆车上真的混进了一个隐瞒姓氏的幸前者，而这个该死的害群之马，触发了这条404隧道里最恐怖的死亡规则。就在车厢里哭爹喊娘、乱成一锅粥的时候，一声极其沉闷，犹如重锤砸在铁皮上的巨响，镇住了所有人。一个坐在车厢前排、穿着黑色皮夹克的中年男人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大巴车上常备的灭火器。刚才那声巨响，就是他把灭火器重重砸在过道地板上发出的。在这极度混乱的环境中，回到座位上去。他严肃低沉的声音奇迹般的镇住了场面。谁再敢乱动一下，别怪我不客气。让几个即将失控的乘客僵在了原地。他冷冷地扫视了一圈已经被吓破胆的众人，从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深蓝色的证件本，一把翻开，高高举起，在昏暗的顶灯下，里面的证件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叫赵刚，是刑侦大队的，所有人坐在原位，保持冷静。赵刚将警官证揣回怀里，看了看那扇被血手印糊满的车窗，又看了一眼没了信号的手机，咬着牙说道：休个假还能遇见这种破事？我办了20年案子，今天也算是开了眼了。他顿了顿，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是在强行压制自己内心的战栗，随后将目光转向了那个死死握着方向盘的司机。师傅，你刚才说是那个隐瞒了姓氏混上车的，幸前者把这些脏东西招来的，对吧？赵刚死死盯着司机的侧脸，厉声逼问：现在这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司机握着方向盘的手骨节发白，他咽了口唾沫，声音沙哑又透着深深的无奈与恐惧。404隧道的规矩破了，脏东西不见血是不会走的。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把那个坏了规矩的家伙找出来，扔下车去，
兴许还能平息外面的怨气，保住全车人的命。听到这句话，赵刚转过身，面向全车人。赵刚的话就像是一剂猛药，瞬间将车厢里那些原本因为极度恐惧而崩溃的乘客们，转化成了一群眼冒绿光的恶狼。人在面临生死存亡的绝境时，最先抛弃的就是道德。警察同志，必须查出那个王八蛋！如果牺牲一个人就能换取自己的命，那么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成为刽子手。对，把他找出来，把他扔下车，扔给那些脏东西！谁姓钱，自己站出来！别连累我们！刚才还在哭泣的妇女，被吓尿裤子的年轻人，瑟瑟发抖的老头，此刻全都变了一副面孔。他们咬牙切齿，互相用极其怀疑和仇视的目光打量着彼此。赵刚掏出一把强光战术手电，都把身份证拿出来，一个一个核对姓氏。此刻就像是死神敲击丧钟的倒计时，强光手电那刺眼的白光，在幽暗的车厢里犹如一把利剑，挨个照亮那些乘客因为恐惧和紧张而扭曲的脸庞。王明，姓王。是。过。你手别抖，拿好。姓赵的。下一个。每查完一个，那个被排除嫌疑的人就会如蒙大赦般瘫倒在座位上，然后立刻用一种恶毒的目光看向后面还没有被查到的。而我坐在车厢最后一排最阴暗的角落里，后背已经被冷汗完全浸透，我的手插在夹克的口袋里，死死地攥着那张名为李平安的假身份证，指甲已经深深地抠进了掌心里，渗出了血丝。我害怕吗？我怕得要死，但我此刻脑子里最怕的根本不是车窗外那个白衣女鬼，我依然坚信外面的鬼怪只是一种类似于大自然灾害一样的规则惩罚，它是没有意识，它只是被钱这个姓氏引发的机制。我真正怕的是正在一步步朝我逼近的那个老刑警赵刚。我这张假证虽然名字改成了李平安，应付一般的客运站检票，应付刚才那个神神叨叨的司机绰绰有余，但在一个干了20年刑侦、眼神像鹰一样毒辣的老警察面前绝对不够看。一旦赵刚看出这张身份证是伪造，在这群因为极度恐慌而已经陷入疯狂，随时准备把人生吞活剥的乘客面前，一个连真名都不敢用着假证上车的人，绝对会被他们毫不犹豫地打上隐瞒姓氏、做贼心虚的标签。更致命的是，一旦被警察查出我伪造身份证，下车后我的底细立刻就会被掀得底朝天。7年前的那桩命案，我这个通缉犯的身份都将彻底曝光，不管能否平安下车都是个死。前方2排的位置，赵刚突然厉声喝问：“这身份证上的地址怎么模糊了？”那个被盘问的年轻小伙吓得差点跪下。你到底姓什么？我之前不小心把身份证放洗衣机里洗过一次，我真的姓马呀。看着那小伙子慌忙解释的样子，我深吸了一口带着腥味的冰冷空气，眼神逐渐带上了狠绝。这世界上没有鬼神能审判我，我也绝不能栽在这个警察手里。我缓缓地将空着的右手伸向了座位旁边那个用来敲击车窗的安全锤，那是一把纯钢打造的重型安全锤。我紧紧地握住了手柄，手心里全是汗水，滑腻腻的。赵刚现在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查验身份证上，如果他查到我这，如果他露出一丝怀疑的眼神，我就先发制人，一锤砸翻他，然后趁乱砸碎后车窗逃生。这深山老林的隧道，只要钻进旁边的通风管或者排污渠，黑灯瞎火，他们绝对抓不到我。7年前能逃掉，今天一样能。下一个，赵刚的声音已经到了我的前排，我浑身的肌肉紧绷到了极限，微微弓起腰，右手紧紧攥着藏在腿边的安全锤，左手从口袋里抽出了那张随时可能要了我命的假证。3米、2米，赵刚那高大的身躯已经转了过来，那刺眼的强光手电眼看就要扫到我的脸上。就在这千钧一发，我准备抱起伤人的瞬间，赵刚冰冷、严厉，甚至带着一丝杀意的声音骤然在我的正前方响起：“你这证是假的吧？”但手电筒的光柱并没有打在我的脸上，而是死死地定在了坐在我前一排那个一直低着头、浑身瑟瑟发抖的中年男人脸上。那个男人的脸在强光下瞬间失去了所有血色，他犹如触电般猛地站了起来，双手胡乱地挥舞着。不是的，警官，你听我解释，这真的是我的身份证。你到底姓什么？你是不是姓钱？这句话一出，整个车厢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紧接着宛如火山爆发般的疯狂和暴怒，在这群已经被绝境逼疯的乘客中彻底引爆。这个杀千刀的畜生，用假证混上车，他想害死我们所有人。根本不需要赵刚再发号施令，坐在前面的那个黄毛小伙，还有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乘客，打死他，把他扔下去喂鬼！就像是被血腥味吸引的猎狗去，疯狂地从座位上扑了。他们一把推开赵刚，几双粗糙的大手死死地掐住中年男人的脖子，拽住他的头发，撕扯他的衣服。救命！我图片起真不姓钱，我是欠了赌债跑路。男人的解释在这一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犹如风中的残烛，根本没有人去听他在说什么，也没有人去在意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姓钱。在群体极度的恐慌中，他们只需要一个发泄恐惧的出口。你还敢狡辩？只需要一个能被扔给黑暗的祭品。这个用假证心虚的人，就是最完美的替罪羊。去死吧你！伴随着一阵拳打脚踢的沉闷声响和男人凄厉的惨叫，那群人将满脸是血的中年男人像拖拽一头待宰的生猪一样，硬生生地拖到了车门边。
司机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开门键，中年男人被几只脚同时踹中胸口，整个人重重地摔在了隧道漆黑湿冷的水泥地面上。关门，快开车！车门在男人绝望的扒拉下，无情地死死地闭合了。发动机发出一声如释重负的咆哮，大巴车猛地向前窜去。我依旧保持着紧握安全锤的姿势，整个人犹如虚脱了一般瘫坐在座位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心脏在胸腔里像战鼓一样狂跳。逃过一劫了！我竟然不可思议地逃过一劫了！那帮蠢货，那个自诩聪明的警察，竟然刚好查到了我前面那个同样用假证的倒霉蛋。他们把对幸前者的恐慌，把对规则的恐惧，全部发泄在了那个替死鬼身上。一种冷血的庆幸感在我心底疯狂蔓延。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这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只要我能活着离开这里，哪怕全车人都死光了，又与我何干？我转头透过身旁的车窗，看向后面越来越远的漆黑隧道。我看到了那个被扔下车的中年男人，他正一瘸一拐的在隧道里追赶着大巴车的尾灯。但是就在他身后的黑暗中，那个白衣女鬼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那个男人的背后。他没有去追赶大巴，就那样僵硬的站在那个替死鬼的身后，死死的凝视着大巴车开走的方向。我长舒了一口气，彻底放松了紧绷的肌肉。灾厄转移了，女鬼的猎物已经找到了，那个倒霉蛋将会替我承受这隧道里最恶毒的诅咒。车厢里，刚才那些亲手将中年男人踹下车的乘客们，此刻正瘫软在过道和座位上，劫后余生般的又哭又笑。那个黄毛捂着因为用力过猛而红肿的拳头，靠在椅子上大口喘息。抱小孩的妇女紧紧地搂着孩子，激动得浑身发抖。赵刚也像是耗尽了全身的力气，收起手电筒，默默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车厢外侧那密密麻麻的血手印，似乎也随着大巴车的加速以及那个祭品的献出，而在逐渐变淡。前方的黑暗中，仿佛已经能够看到隧道出口那一抹微弱的、属于现实的风雨光亮。只要开出这个隧道，这场噩梦就彻底结束。我在后排闭上眼睛，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安全感。假证的危机解除了，女鬼的锁定转移了，老天爷都在帮我这个真正的恶人。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从一开始就剥夺一个人的全部希望。砰！就在大巴车距离隧道出口仅有1公里的时候，一声犹如平地惊雷般，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巨大的撞击声，毫无征兆的在车厢最前方的挡风玻璃上轰然炸响。大巴车就像是迎面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高速行驶钢铁面绳，在巨大的反作用力下，重达10几吨的车头猛地往下一沉，2个后轮甚至短暂的离开了地面。刚刚才放松下来的乘客们，瞬间像失重的保龄球一样，在极大的惯性下被狠狠地甩飞了出去。车厢里顿时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惨叫。我因为坐在最后一排，整个人被巨大的惯性甩得狠狠撞在了前排座椅的铁靠背上，顿时鼻血狂喷，眼冒金星。但是肉体上的剧痛根本比不上我此刻视线里所看到的那令人灵魂都在颤抖的绝望景象。在最前方的宽大的前挡风玻璃上，以正中央的一个点为圆心，向外爆裂出了密密麻麻如同巨大蜘蛛网般深不可测的裂纹。那原本应该坚固无比的防爆玻璃，此刻向内深深地凹陷了进来，令人牙酸的摩擦声从车头外面传来，就像是有什么极其尖锐的指甲正在缓缓地划过那即将彻底粉碎的玻璃。紧接着，在所有乘客惊恐万状、几近崩溃的目光注视下，一股散发腐臭味的暗红色血液从那些蛛网般的裂纹缝隙里扑哧扑哧地疯狂渗了进来，赫然在挡风玻璃的内侧凝结成了4个扭曲的血字，血债血偿。那鲜艳到发黑的颜色，那每一个笔画里透出的滔天怨气，死死地刺痛了车厢里每一双绝望的眼睛。那个原本还沾沾自喜的黄毛，此刻一屁股跌坐在过道上，指着那4个滴血的大字，浑身剧烈颤抖。我们不是照着规矩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为什么还没走？弄错了，我们扔错人了。赵刚的烟掉在了地上，这个干了20年刑警的硬汉，此刻眼角都在抽搐，眼神中流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战栗和无力。刚才那个人根本不是他要找的害群之马。极度的死寂伴随着彻底将人逼疯的绝望，如同一场海啸，瞬间将整个车厢彻底淹没。他们以为扔下了一个替罪羊就能平息恶鬼的怒目，却不知道恶鬼的眼睛从始至终连1秒钟都没有离开过这辆车。而在最后一排的我，那满是鲜血的双手正死死地抠着座椅的边缘，指甲已经齐根断裂。那4个血字血债血偿，就像是一把钝刀，一点一点地插进了我的心脏。直到这一刻，我终于意识到，这或许根本不是什么迷信的隧道规则。外面的那个白衣女鬼，她不是在执行无差别的杀人怪谈，她是来要债的。她要找的那个姓钱的人，一直都在这辆车上。风玻璃上那4个鲜血淋漓的大字，还在散发着刺鼻的腥味，如同地狱里伸出的锁链，死死地勒住了车厢里每一个人的脖子。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最先崩溃的是那个刚才叫嚣的最厉害的黄毛，他连滚带爬地冲到驾驶座后方，一把揪住司机那宽大空荡的灰色制服里，歇斯底里地哭嚎着：“姓钱的已经被我们扔下去了，我们已经按规矩办了，你到底瞒了我们什么？这外面的东西到底要干什么？你要死别拉着我们垫背啊！”赵刚也上前一把按住了司机的肩膀，眉头紧锁：“师傅，事到如今你还藏着掖着什么？那东西要的如果不是刚才那个人，那他到底在找谁？
司机的喉咙里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惨笑，他慢慢的转过头，死寂的目光扫过车厢里的每一个人。你们以为这女鬼为什么偏偏要找姓钱的？车厢里死一般的寂静，这是一笔血海深仇。只有挡风玻璃外那令人牙酸的摩擦声还在继续，所有人都在听着这如同死前遗言般的诉说。7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就在这段404隧道外不到2公里的地方。一个刚刚加完班的年轻女孩，因为雨太大，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路边，等着家人开车来接她回家。坐在最后一排的我，头皮瞬间炸裂般的发麻，一股比冰水还要刺骨的寒意，直接从尾椎骨窜上了天灵盖，冻结了我血管里所有的血液。辆发疯的货车根本没有减速，直接从后面把那姑娘撞飞了出去。司机的声音开始发颤，透着一股深深的寒意。我听早些年跑这条线的老同事说，那姑娘被撞第一下的时候根本就没死，她当时肯定还清醒着，拼命的在地上往路边爬，想要求救。可是那个天杀的肇事者，根据后来的调查来看，他不但没有下车救人，反而丧心病狂的挂了倒档，硬生生在人家姑娘身上来回碾压了好几次。法医去的时候，连个全尸都拼不出来。最可气的是，那肇事司机连夜跑了，警察查了整整7年都没抓到。那姑娘死的实在太惨了，滔天的怨气根本散不掉。我们跑夜车的私底下都传，她早就化成了厉鬼，一直徘徊在这条盘山公路上。每到下梅雨的午夜，她就在这里游荡，要找那个害死她的真凶。声音里带着极度的恐慌。当年那姑娘头七的时候，她家里人请了个懂行的大师去路口做法，那大师算了一卦，说那个丧尽天良的肇事司机姓钱，所以我启程的时候拼了命也不让姓钱的上车，就是怕万一混上来一个，被外头那厉鬼盯上，拉着我们全车人一起陪葬啊。可是还是出事了，外面的女鬼把车逼停，根本就不是在针对我们的，是在等那个真正的凶手啊！那个当年撞死他的畜生，今晚绝对就在这辆车上。寂静，死一样的寂静。我整个人如同烂泥一般瘫软在座椅和车窗的缝隙里，双耳嗡鸣，眼前所有的景象都在剧烈的摇晃。直到这一刻，我终于全都明白了，我全他妈明白了。司机口中那个姓钱的害群之马，自始至终说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倒霉的替死鬼，说的就是我啊！那个在隧道口死死盯着大巴车的白衣女鬼，那个贴在我车窗外的惨白死人脸，就是7年前那个被我碾碎的年轻女人。债主已经堵死了我前后所有的活路，我那张可笑的假证，在因果报应的铁律面前，简直连张废纸都不如。好，必须得跑。留在这辆车里，等待我的绝对是被那女鬼千刀万剐、生吞活剥的下场。不管外面有多黑，不管跳下去会不会摔断腿，我也要活下去。求生的本能和极度的恐惧，彻底激发了我心底最原始的戾气。我猛地一弯腰，一把抓起刚才掉在脚边的纯钢安全锤，死死攥在手里，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变得惨白。我咬碎了牙关，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准备从最后一排抱起，直接砸碎侧面的车窗，逃出升天。可是就在我的大腿肌肉刚刚绷紧，屁股即将离开座椅的那一秒，啪滋！大巴车厢顶部那排昏黄的顶灯忽然发出一声极其刺耳的电流吐声，紧接着灯光瞬间熄灭。大概不到半秒钟后，当灯光再次亮起的时候，整个车厢的光线全变了，那不再是昏黄，而是一种极其幽暗、阴森，如同坟地里燃烧的鬼火一般的惨绿色。这种惨绿色的光打在满是血手印的车窗玻璃上，打在残破的地胶上，将整个车厢映照的如同传说中沉没在九幽黄泉的幽灵客车。而更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声音消失了，所有的声音在这一瞬间统统消失了。黄毛的哭嚎、妇女的抽泣，甚至连赵刚沉重的呼吸声，全都在这绿光亮起的瞬间被生生掐断。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种让人耳膜发胀、令人发疯的死寂。就在我弯着腰，手里握着安全锤，惊恐万分地看着前面时，我看到了这辈子哪怕死后下了18层地狱都无法忘记的恐怖一幕。前面的10几个乘客，包括那个魁梧的刑警赵刚，所有人都在这惨绿色的光芒下，如同被强制切断了电源的机器一样，硬生生地定在了原地。黄毛张着的大嘴还没合拢，妇女捂着脸的手僵在半空，没有任何活人的生气。令人牙酸的骨骼摩擦声在这死寂的空间里开始同步响起。那些背对着我的乘客，他们的脖子开始转动，起初是1个人，接着是3、4个人，最后是全车10多个人。他们没有任何其他多余的动作，身体依旧保持着上一秒或坐或立的姿势，只有那颗连着颈椎的头颅开始以一种极度僵硬的诡异角度
向后扭转。不光是他，妇女、老头，甚至赵刚，当全车十几张脸终于在这惨绿色的幽光下，齐刷刷的转过来面向我时，我手里的安全锤当的一声砸在了铁皮地板上，双腿彻底失去了知觉，整个人如同烂泥般滑落到了过道和座椅夹缝。是真的被这种极致的惊悚彻底吓到失禁。这十几名原本活生生的乘客，此刻全都僵硬的转过了头，他们脸上那种诡异到了极点的表情，让我肝胆俱裂。那是一种混合着怨毒、阴森与死寂，活人脸上根本不可能出现的骇然神情。在这幽暗封闭的车厢里，十几双冰冷、死气沉沉的眼睛，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犹如盯着一具即将下葬的尸体一般，死死地、直勾勾地盯住了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的钱小强。全车十几个人仿佛被同一种力量操控着，在同一时间机械地张开了嘴唇，喊出了我的本名。十几个极其空洞、重叠在一起的声音，如同洪钟大雨一般，在这死寂的车厢里回荡，砸向我那已经彻底崩溃的灵魂。不要看我，不是我！哪怕那里只有1寸的空间，可是那十几道可怕至极、令人窒息的目光，就像是十几把冰冷的手术刀，将我仅存的最后一丝心理防线一寸一寸的凌迟肢解。就在这时，大巴车前方的过道尽头，那惨绿色的灯光开始疯狂地闪烁，一滩令人作呕的浓稠血水顺着倾斜的地胶缓缓地朝我流淌过来，伴随着血水是一阵极其刺耳、某种沉重物体在地上拖拽的摩擦声。从过道最前方的阴影里缓缓地爬出来了一个东西，不，那不能叫东西，那是一个以极其诡异姿态匍匐在地上的人。他的四肢呈现出一种极不协调的扭曲，破烂的衣衫上浸透了暗红色的污迹，顺着地胶拖出一条触目惊心的手。由于当年那场惨烈的车祸，他的身体似乎已经无法直立，只能靠着双臂死死地抠着车厢的地板，伴随着指甲刮擦铁皮的尖锐摩擦声，他拖着沉重的身躯一点一点地朝我爬过来。在那张苍白如纸、布满青灰色裂纹的脸庞上，一双空洞死寂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他没有说话，喉咙里只发出如同破风箱般嘶哑瘆人的喘息声。我看着那个幻象般却又无比真实的逼近我的恐怖怨灵，看着全车那些死人一般盯着我的乘客，我彻底疯了。长达7年的逃亡带来的精神重压，在此刻这个仿佛为我量身定制的地狱里被碾压的连粉末都不剩。是我干的，是我！别过来，求求你别过来！我全说我是钱小强。7年前是我不小心撞的你，那天晚上下着大暴雨，视线实在太差了，我真的没看见你在路边，我不是故意撞你的。可是当时我女朋友天天逼我要20万的彩礼结婚，我兜里比脸还干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去赔你的医药费？我怕你没死讹我一辈子，我怕坐牢，我没得选。我像条濒死的疯狗一样疯狂地推卸着责任。我只能挂了倒档压了你几次，但这不能全怪我，都是那个女人害的，是她逼我要彩礼的。要是她不逼我，我怎么会拿不出钱救你？她也有责任，她也是害死你的罪魁祸首。放过我吧，求求你放过我，我带你去找她，我带你去找她，你找她索命去吧，冤有头债有主。求求你别折磨了！我跪在地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喉咙都已经喊哑了。我把自己所有的作案经过、甩锅的借口，甚至逃跑路线，全都在这极度的恐惧和精神错乱中，像倒豆子一样交代得一干二净。我只求这地狱般的折磨能快点结束。然而，就在我把最后一个字吼出来的瞬间，一声极其清脆的响指声在死寂的车厢里突兀地响起。下一秒，大巴车顶那惨绿色的、犹如鬼火般的灯光瞬间熄灭，取而代之的是咔嗒一声开关的脆响。车厢内原本那些应该坏掉的日光灯管，在此刻同时亮起，爆发出一种极其刺眼、属于现实世界的惨白暖光。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强光刺得闭上了眼睛。当我再次睁开，透过指缝看出去的时候，眼前的一切让我的大脑陷入了比见鬼还要可怕的彻底死寂。前方挡风玻璃外，哪还有什么深不见底的隧道黑暗？不知道什么时候，隧道前方的巨大黑色遮光幕布被缓缓拉开，取而代之的是几辆打着爆闪、红蓝警灯的警车，将整个隧道出口照得亮如白昼。而大巴车内那个刚刚还在地上向我爬来的血肉模糊的女鬼，此刻竟然拍了拍手上的灰尘，从地上站了起来。她伸手在脸上一撕，直接扯下了一整张极其逼真的沾着血浆的硅胶特效面具，露出了里面一张冷漠的活人面孔。更让我感到天旋地转的是车厢里的那十几名乘客，那些刚刚还面带诡异死相、翻着白眼死死盯着我的死人，此刻他们脸上那种骇人的神情消失了，全都活动着因为长时间保持僵硬姿势而有些酸痛的脖子和肩膀。从大爷到小孩的妇女到前排的黄毛，这十几个人此刻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但他们看我的眼神不再是刚才那种刻意伪装出来的诡异死寂，而是一种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的极致仇恨。那种眼神是看着一个马上就要被押赴刑场的死刑犯的眼神。
坐在前排的那个魁梧男乘客赵刚，他站了起来，从皮夹克口袋里掏出一支黑色的录音笔，重重地按下了停止键。随后，他从腰间掏出了一副银光闪闪、属于现实世界的手铐，一步一步踏着沉稳的步伐向我走来。我瘫坐在地上，看着这一切如同荒诞戏剧般的落幕，嘴唇疯狂地哆嗦，脑子里一片浆糊。你们，不是鬼，刚才那些全都是假的。哼，假的。外面的血手印儿是温控显影颜料，隧道里的女鬼是投影，车顶的绿光是改装的氛围灯。除了这些道具是假的，这车上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恨，全都是真的。钱小强，你以为你逃脱了法律的成裁？你以为换个假证就能重新做人？从半个月前你打伤人开始，警方就已经锁定了你。我们知道你一定会连夜出逃，我们也知道你生性狡诈、心狠手淡。如果在车站强行抓捕，你可能会挟持人质。更重要的是，当年那起车因为大雨清刷，我们一直缺乏最关键的定罪口供和直接证据。赵刚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将我像死狗一样提了起来，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死死地铐在了我的手腕上。所以我们警方联合了当年那起案子所有的死者亲属，在这段你当年作案的隧道里，为你量身定制了这场末班车规则怪谈的戏，用这世界上最极致的恐惧，让你自己把罪行吐出来。赵刚将录音笔在我眼前晃了晃。钱小强，这出戏我们等了你7年了。隧道外风雨交加，刺眼的警灯红蓝光芒交替闪烁，将这黑夜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特警迅速包围了大巴车，车门打开，我被2名特警死死地压着胳膊，像一条彻底失去了灵魂的丧家之犬，拖下了车厢。倾盆大雨瞬间浇透了我身上的衣物，但这冰冷的雨水却怎么也冲刷不掉我骨子里的那种绝望与颓然。车上的乘客们也纷纷下了车，直到这时我才看清，原来那个被赶下车的农民工早就在前方的警车里等候多时。那个被当成替死鬼踹下去的假正男人，其实是个身手敏捷的便衣特警。而这车上其余的10几个人，有当年的法医，有办案的刑警，更多的是那个年轻女人的亲属。他们就这样站在雨中，红着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被押上警车。没有人欢呼，只有一种沉淀了7年，终于得到释放的悲怆。钱小强。就在我即将被塞进警车后座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个沙哑苍老的声音。我转过头，是那个大巴车司机，他脸上的铁青色也洗去了大半，虽然依旧憔悴，但那双眼睛里却多了一丝属于人的生机。老张，结束了。我看着这个差点把我吓到精神分裂的老头，眼神里充满了茫然。老张走到我面前，隔着雨幕，他的眼神犹如一把锐利的尖刀，直直地刺进我的灵魂深处。这7年来，老张的声音在雨中剧烈的颤抖。我每天晚上都开着这趟末班车，我就是在等你这个畜生，哪怕是大浪淘沙，我也要把你从人海里捞出来。我就是那个被你活活碾死的丫头的父亲呀！我和她妈妈就守着这么一个独苗，家里哪怕没什么钱，我们也倾尽所有供她读书，把最好的一切都捧给她。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优秀的孩子。7年前，她大学刚刚毕业，在城里找了份好工作。事发那天晚上，她原本高高兴兴地买了东西，说要回家来看看我们老两口，可谁成想，她谈的那个男朋友因为一点口角，大半夜下着暴雨，硬生生把她赶下了车。她给我打电话，哭着说：“爸，你来接我好不好？外面好黑，我害怕。”我披上雨衣，开着3轮车，拼了命地往这里赶。可等我到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有他连人形都拼凑不齐的碎肉啊！他妈受不了这个刺激，哭瞎了眼，没熬过那个冬天就跟着去了。我好好的一个家，就因为你这个畜生，彻底家破人亡。这7年，我做梦都想找到你，我想把你千刀万剐，我想亲手一刀一刀嘎了你，给他们娘俩报仇。如果不是赵警官一直死死拦着我，苦口婆心的劝我，说我女儿泉下有知，绝对不希望看着我为了一个人渣去杀人坐牢，我早就跟你同归于尽了。今天这出戏就是为了让你亲口把罪孽吐出来，让你去挨那颗迟来的枪子儿。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我只觉得双腿彻底失去了知觉，重重地跪在了泥泞的水洼里。我原本以为自己输给的是警察的狡诈，但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我输给的是一个失去了全世界的父亲，输给的是他为了替惨死爱女讨回公道，而在地狱里苦苦煎熬了7年的执拗。
赵刚冷冷地下达了命令，警车门重重地关上，将我与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绝。警笛声长鸣，撕破了盘山公路的夜空。我戴着冰冷的手铐，透过贴着防爆膜的车窗，最后看了一眼那深不见底的隧道和隧道口那位站在大雨中的父亲。老天爷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作恶的人。在之后的法庭审判上，老张挺直了脊梁，红着眼眶，坚决拒绝了任何形式的经济赔偿与出具谅解书。由于我当年肇事逃逸，并且为了逃避赔偿责任，丧心病狂地对仍有生还希望的被害人进行反复碾压致其死亡，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最终，法庭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我死刑。半年后的一个清晨，天空再次下起了瓢泼大雨，仿佛在冲刷着这世间所有的罪恶。在这场与7年前如出一辙的雷雨中，随着刑场上一声清脆的枪响，我吃到了那颗迟来了7年的枪子。这世上或许没有真正的厉鬼索命，但天网恢恢，正义终会穿破风雨，找上作恶者，为那枉死的冤魂讨回公道。